最近我沉浸于庄子的世界中，其中一句话如同一道强光，彻底改变了我对孤独这个词的一贯认知。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蕴含着深邃的哲理，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境界的大门。在过去，我总是觉得孤独意味着有所缺失。我认为孤独就是生活中缺少陪伴，在漫长的日子里，无人能与自己并肩同行，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，缺少理解，满心的想法和感受，却难以找到那个能够真正懂自己的人，缺少能说心里话的人，心中的话语只能默默藏在心底，无法畅快地倾诉。然而，庄子的这句话就像一阵安静而又温柔的风，轻轻吹进我的内心，吹散了我对孤独的固有偏见。原来，孤独并不是一种空，它更像是一个神秘而又深邃的容器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容器，当它空着的时候，就拥有了更多容纳的空间。人也是如此，当我们感受到孤独的时刻，其实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更多自由的可能。这份自由让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思考，去探索，去成长。庄子还说过，水击3000里，抟扶摇而上者9万里，去以6月息者也。大鹏展翅高飞，要飞向9万里的高空，他的这一壮举并不是离群索居的表现，相反，他是怀揣着远大的理想，要去一个别人无法理解的远方。在他的飞行旅程中，必然会经历一段无人同行的天空。在这片寂静的天空中，大鹏独自面对风雨，独自承受孤独。但这段孤独绝不是失败的象征，也不是被群体抛下的无奈，它更像是生命在默默积蓄力量，长出新的容量。成长过程中的孤独，有时候就如同大鹏的飞行之旅。当我们开始成长，我们的视野逐渐开阔，开始看见更多层次的事情，我们不再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，而是能够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本质。我们也开始听懂更多沉默背后的声音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语，那些隐藏在表情和动作中的情感，都能被我们敏锐地捕捉到。我们还体会到一些无法轻易说出口的感受，这些感受细腻而又复杂，是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体验。然而，当我们沉浸在这种成长的孤独中时，别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想太多，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内心的世界，无法体会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。但我们自己心里清楚，这并不是想太多，而是我们开始真的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我们开始关注自己的需求，自己的梦想，开始与真实的自己建立连接。庄子认为，人的心如果一直依赖外部的回应，就会像一片被风吹得乱动的叶子，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们的内心摇摆不定。我们会因为别人的赞扬而沾沾自喜，也会因为别人的批评而黯然神伤。这样的我们就像失去了自我的方向，只能随着外界的风向四处飘荡。只有当我们的内心有了自己的重量，那种由自己撑起的安静，才会让我们慢慢变得稳。而孤独就是这个重量生长的地方。在孤独中，我们学会了在没有掌声时继续前进，即使周围没有人为我们喝彩，我们依然能够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。我们也学会了在没有理解时依然坚持善良，即使别人不理解我们的行为，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依然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，用善良去对待这个世界。我们还学会了在没有答案时也敢和自己坐一会儿。当我们面临困惑和迷茫时，不再急于寻求外界的帮助，
而是静下心来与自己的内心对话，倾听自己的声音。那段静下来的时间，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周围一片寂静。但正是在这片寂静中，真正的自己开始出现。我们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，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，发现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。慢慢的，我们会发现，孤独并不是让我们失去世界，而是让我们与世界建立新的关系。我们开始分辨那些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有太多的诱惑和干扰，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。但在孤独中，我们能够静下心来，思考什么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，什么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。我们开始珍惜那些能听懂我们三言两语的人。在孤独的旅程中，我们会遇到一些人，他们不需要我们过多的解释，就能理解我们的想法和感受。这些人就像黑暗中的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我们会格外珍惜与他们的缘分。我们也开始看见外界的纷扰不再轻易动摇我们。曾经，我们可能会因为外界的变化而情绪波动，但现在，我们拥有了一颗坚定的心，能够在喧嚣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静。也许这就是庄子想表达的，孤独不是惩罚，它是一个人与天地重新接触的入口。当我们不再害怕独自面对内心，不再逃避孤独，而是勇敢地走进孤独，我们就会发现天地始终在我们身旁。我们并没有失去与世界的连接，只是换了一种更深的方式。我们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，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与宁静。所以，越成长越孤独，并不是世界变冷了，而是我们的心正在变得辽阔。我们的内心就像一片广阔的天空，能够装下更多的风，更多的云，更多静默的力量。当那种踏实的安宁慢慢流回我们的身体，我们会明白，孤独不是空洞，而是一条正在悄悄盛满自己的河。这条河流淌着我们的成长，我们的感悟，我们的智慧，它将带着我们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。